大家好，我是云天明宇宙系统 UC_N，好久不见。那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一款 RSA 消息非对称加密软件。为什么一定要是非对称加密呢？事实上，对称加密已经有两款非常优秀的软件，还有一个 WarCrypt，都可以实现很高级的功能。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关于加密货币的文章，但是看的人也不是很多。可能就这里边无数的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便利吧。但是作为一个数码保护组的责任的话，我决定还是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款通讯软件，可以抵抗全程窃听，但不能抵抗中间人攻击。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款软件有什么功能。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WarCrypt， 它确实很牛逼，但它有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加密和解密钥是一样的。哪怕我在这里级联3种算法，在这里弄一个10位甚至9位的密码，再加上一个密钥文件，甚至是难度高到变态的一个 PIN，但它依然是要传输给对方。那么比较安全的方式，要么是打电话传输，但是的话呢，这不是万能的。好，那我们就来想想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首先用这个程序随机先生成一个密钥对。好，这用户可以自己设置私钥，我们也可以随机生成。然后就生成了一串又臭又长的私钥和一个可以公开的公钥。他说这个公钥已经自动复制到简写版。当然，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 base64格式，因为为了方便这个命令行里面粘贴嘛，它其实是 base64的单行格式。好，就说对于一个电脑小白假如这右边这个白色是个电脑小白，左边是你。然后这个时候，你最简单的方式直接把对方发过来这个密钥你先选加密，然后把对方发过来的公钥粘贴进去。因为这边是 Windows 8.1，它有点不一样我看一下。好，粘贴过后呢，我们就输入想要加密的密文。好，这是加密之后的结果。那么对于这个电脑小白而言，你让他弄这串私钥就有点麻烦嘛，对吧？所以电脑小白可以直接输入 D， 就是利用刚刚生成的私钥解密。然后把密文给粘进去，好，就解密出来了，是不是非常方便？好，对于这个小白呢，他又想给你传输一个新的内容，可以利用 R 键利用相同的功能加密其他的密文。我们不妨一试，它又有一个新的内容。那我们这边也很方便，还是按 R 键 repeat 来解密其他的密文。R 键就是 repeat 的意思，它因为 C 它已经是复制了。它这是剪辑，我们就相当于暗示是这个私钥，它是一个比较隐私的东西，最好用完了就别到处放。这也挺好记的，就是 home， 就是最初，这里依然可以通过123来进入这个页面。好，接下来我们试完这个功能以后呢，我们再来试一个针对于小白的加密功能，说他要把消息发给多个人，按 S 键利用其他功能加密刚才的密文。这 S 是 security 的意思，就是说即使发给多个人也比较安全嘛。就比如说我们再随机生成一个密钥对，是另外一个人，这是一个新的公钥，我们这里按 S 键再把这个公钥粘进去，这上面这一串就不用重新输了，可谓是非常方便。这是加密后的结果，我们再用这个东西解密，同样可以正确解密。好，我们再来看看软件其他的功能。比如我这边申请我想进行加密，我再申请一个密钥对，比如说我先按插件把这个私钥给复制下来，它同样也是base64格式，再利用生成的公钥去加密一个人。好，这加密之后的结果。加密之后的结果后呢，我们想把给放到那边去。对，我们在这边就要用解密功能，我们再把私钥给放进去，又臭又长。好，这边就成功解密了。我们再来演示其他几个功能。我们先回到主界面，首先它除了加密解密之外，还有一个 base64解码。何谓 base64解码呢？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前面的这些都是单行的格式，我们回车之后，它就相当于解码成原来的格式了。那我为什么要这么设定呢？就是说，首先这玩意它有空行的，这传输起来不太方便，容易错乱。那我们就编码成base64。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怎样的，它开头永远都是 LS0P 啥开头的。这话呢，为了让小白稍微明白一下这个非对称加密的原理我们又把这个标头和标尾给加进去了。比如现在我们随便找一个网站，直接解码就会乱码，因为这前面的东西并不属于base64。
我们再接嘛，看着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说这玩意还是很好玩的，事实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它还有哪些功能呢？这里你可以连续输入想要解码的base64字符串。好，我们回到主界面，这里还可以指定密钥长度，比如我指定个10240。趁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看看随机数生成器的原理。我们再生成一个密钥堆，我们可以看看它需要多长时间，还挺快的。今天 OK， 可以感受一下它有多长。现在话呢，我们按基键进入加密聊天对话模式。我就希望用这个东西能够像玩游戏一样轻松好用，但事实上其实还是有点难的，说实话。好，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直接采用上面的私钥。好，对应的公钥键、副钥键，把你可以单纯的发送给对方。好，我们这边就在这边生成一个密钥堆。好，这里我们也是进入加密聊天模式。还是用上面的私钥。好，现在这边的公钥已经复制过来了，你把它给粘到这右边来，这个就没有带头尾了。好，我们再把这边后面在这里随便输入任何内容，只要是输入中文，它就会视为是明文，也会被加密。凡是无法理解的内容，它也会认为是明文进行加密。好，再来看最后一个功能，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消息认证码。好，当然这玩意也不一定要用公钥，这玩意其实可以用任何内容。你们不妨搞这件事，这是一个让大家提前约定好的内容，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内容，你看它这两个计算出来的就是一模一样的，看两者计算出来的内容就大相径庭，就跟哈希一样的。我们比如说使用不同的密钥，比如我们就用 ABC 啊。再来用消息123。好，那你说，假如说我这边，假如说我这个密钥用 A， 内容还是123，内容就大相径庭的。假如说我密钥还是用 ABC， 这个内容123，它两者计算出来的就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这样一个简单的功能，就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篡改。但我觉得还是不如说把公钥哈希出来，用电话报给对方，用其他的多重信道来传输啊。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软件的说明。对，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我过段时间还准备开发一下基于 ECC 的加密。至于 AES 的话，有 Varacrypt 我就不玩了，就先这样了。OK。